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让我们一起科学发展，勇敢恋爱。大家好，我是于波红，恪守最初的承诺，维系最终的爱情。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雷鸣。婚姻里啊，有幸福就一定有委屈，什么事儿都是正反两面。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相遇美，相爱甜，让相守不再难。欢迎老师们的到来。那么现在有请今天的嘉宾。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罗先生45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王女士44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难题呢？我们结婚15年了，有一个女儿，本以为很幸福的。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我对他挺失望的。他总认为我一无是处，不管我做任何事，他都是不满意。他一个40多岁的人，天天躺平，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二位好。大家好。大家好。那现在你们二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必须得来爱情保卫战了呀？我们的矛盾，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是这1-2年造成的。基本上我们的矛盾从结婚前就已经有苗头了。在结婚之前，他和他父母一直就是隐瞒着他父母其实早已经离婚的这件事儿。我曾经在婚前多次的拜访他们家，包括他的亲戚家、奶奶家，去吃饭呀、聚会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父母、家人，包括他，一直都是其乐融融的样子。其实这个时候，他父母早就已经离婚了。我呀，一开始想不明白，这个离婚的事儿有什么好隐瞒的呀？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且我在订婚宴上，我才明白到底为什么。订婚那天在吃饭桌上，他父母突然就说，他们俩离婚这件事儿。为啥呀？就是为了互相推诿这个结婚的费用，包括彩礼，婚房装修，反正结婚的各种费用吧，就是不想出钱。在订婚宴的当天，对，他俩说他俩是离异的，并且不想负责婚礼。那你可以说我不结这个婚了，我们俩分手啊。因为啊，这个事儿来得很突然，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而且我们俩其实恋爱也有好几年了。我父母的话也是看他平常比较诚恳，对，也比较老实。他在婚前其实对我挺好的，上下班接送啊，然后平常嘘寒问暖呀，包括去我们家抢着干活啊，然后对我父母也特别尊敬。反正我父母方面吧，就觉得他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觉得应该婚后对我还好。因为当时我们家经济条件还不错，所以就也没说的过多的计较这个事儿。不出钱的这个事儿，就造成了在结婚前有一系列的事情啊，比如说婚房的装修，他们家当时提供那房子也老破小，然后可破了。那装修的话，那就得花好多钱进行完全的翻新。所以这装修家具呀、家电呀、硬装呀、软装呀，各种各样的，全都是我们家掏的钱。有一回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做这个窗户，当时说好了他负责出钱，记得是1500块钱吧。我正上着班呢，给我打电话说，这钱我爸说不出了。我说哟，我这现在口袋里也没钱呀。那他呢？他为啥也没钱呢？我那阵也是刚下岗，公司也是不景气，要裁员下来了。我手底下那阵儿也是没有钱了。好，那下岗没存款，让父母装修，父母没钱找女朋友。那女朋友好歹都已经，你说订婚宴当天，你知道的太突然，反应不过来，这个婚也定了，定完你可以悔婚啊。我们俩其实恋爱也有好几年了，当时确实也是有感情，真的没想这么多，毫无怨言的一直走到了结婚。对，结婚的婚礼谁办的？婚宴的话是他父母用当天收的礼金来支付的费用，
哇我知道了，等于是挚爱亲朋买单。那婚后的日子过得好吗？结婚之后的话，有这么半年吧，小半年，还不错。他在家里边给的这个情绪价值也到位，然后对我父母也挺尊敬的。但是他就工作不行。他之前不说他下岗了吗？对，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那你怎么理解他拿不出装窗户的钱了？他就说公司老不发工资，拖欠工资。实际上他已经下岗了，然后他在外边就干各种兼职。但那兼职也挣不了多少钱，一个月挣1-2千块钱，那什么都不够啊。所以在婚后，大部分的生活开支，可以说95%以上都是我来负担的。所以这个男人满口谎言。结婚半年后，你才知道他其实早就下岗了，早就没有工作了。他一直告诉你的每个月的薪水和克扣工资都是假的。可以这么理解吧？那你揭穿了这一切之后，为什么还没有离婚呢？怀孕了。我妈妈其实还是比较喜欢他的。可能嘴比较甜吧。那个时候，父母当时开了一个服装店。一看他没工作，我们家经济压力又大。那就让他到店里去工作吧，干的是采购、运输这类的活，然后我爸妈给他开工资。结果有一回，那天店里特别忙，我妈就说让他单独去取那批货。临走的时候怕出错，还特地给了一张清单，这单子上什么型号、颜色都写得可详细了。结果到那儿拿了货，回来了。完全货不对版，直接给我们家造成了1万多块钱的经济损失。这个事怨我，当时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我拿着这个单子我就去了。到那儿去呢，那老板也挺忙的，单子给老板以后，他就告诉我哪包哪包，我直接过去拿去了。拿完了以后我也没看，拿有一打开呢，不对，拿错了，然后马上我就回去找去了。找那老板就说这种特价的那个换不了，但是别的东西都拿走了。那只能是这样，你们当特卖吧。那我回去就拿这个开始说我就。不待见我，说我这个说我那个的，这事我怨我是我的错，我头一次去，我不是诚心的。好，那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在他家心里，您的位置应该是又下降了吧？对。还能在他店里继续打工吗？我妈那天特别生气，私底下就跟我说：“你怎么找个这样的老公呢？什么都不行，哪都不行。”我也没话说呀。那你就眼睁这事儿就出了，我能说什么呀？我还得替他开脱，我让你别生气，要不让他到店里头给你打下手吧。我妈就让他到店里去卖货帮忙，结果卖货也不会卖，打下手又没眼力劲儿，那索性后来我妈就不让他去了呗。那在你们家帮忙的时候给工资吗？给的呀。那不让他去了以后，他不就完全没有收入了吗？对呀。那你们2个人怎么过日子啊？我的收入啊。您养着他。对呀。他为什么不能够再去找一点别的工作呢？我也出去找了，但是也没有太合适的，像那个零工短期的那种，要时间也太长了，有12小时。您那么年轻，为啥不学个手艺啊？在那时候。那阵没想。天天在家干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在家里头，也就是说打扫卫生。然后做的家务，做了个贤内助，贤都称不上，只能说家庭助理工作还得是简单的。那他做饭做吧。做饭的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做饭那么积极，那是给我做饭吗？那是给孕妇做饭吗？那是给他妈妈做饭。为啥？他妈妈打我们结婚之后，每天都来，每天晚饭的时间会过来吃饭喝酒，然后回去。天天吗？还是偶尔啊？也不是天天。来了以后也不是来看儿媳妇儿的，儿媳妇儿大着肚子，他就是来吃你做的饭，想儿子了。就是过来待着，说话他也不。您妈妈有催您去工作吗？也问过。您是骗还是用什么方法搪塞的妈妈？我也不是骗，我说再找。因为按照常理来讲，假如儿子没工作，这个妈妈是不太好意思到儿子家吃饭的，担心儿媳妇说呀。本来儿子就没工作，婆婆又来了，所以说他看见我妈就没有好脸儿。那您也没有跟妈妈说，等我找着工作妈再来？没有，没说。好，那2个人有矛盾吗？经常，因为喝了酒嘛，可能头脑就会不清楚。他妈妈就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然后比如说，我不照顾他呀，然后有时候我不督促他积极工作呀什么的。
之类这样的事儿。您和他妈妈会有口角？我们俩这个时候口角还不太会有，但是后来我生产之后，这个矛盾就升级了。因为是这样，我孩子落地之后大概6个月，我妈就去世了。所以当时我一个人，又带着很小的孩子，又心情很难过，就希望有人过来帮衬一下。他妈妈就说带孩子就来了，住到我家来了。结果来了之后，并起不到什么帮忙的作用，带孩子也不上心，做饭那就更别提了，都是我来。那你也不至于动手吧？有一天晚上，他妈妈喝过酒，然后在那边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妈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有命挣没命花。那不说他了吗？那个不应该说这个话，他可能是从楼下呀别的邻居说别的闲话了，他上来以后喝点酒，说完了以后俩人打起来了，又动手。您和母亲打起来了？是的，我不可能说的去容忍他这样诋毁我妈。我妈刚去世，这个事儿你觉得谁错了？我错了。是你错了。2个女人谁错了？我妈错了。那你有跟你的妈妈说过怎么去跟自己的妻子弥补一下吗？有的时候说他也不听，说不急了吧，他要跟我来几句。你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是你妈的吧？不是，是我的。不就还是你妈给你的老破小吗？那你妈还有房子吗？没有，她妈妈后来也去世了。所以她的妈妈在你们结婚后流离失所，可以这么理解吗？只能租房子，就是把老破小给了儿子结婚。妈妈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了，因此这个妈妈每天晚上回到自己家来吃顿饭喝个酒，因为这是她的房子。你这样理解的时候，你再觉得这个妈妈行为怪异吗？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她的所作所为我还是理解不了。好，后来她的确那句话说得很伤人，伤完了您之后，你们再也没有关系融洽过了。对，那同一屋檐下还帮您带孩子？没有，也没带了。他妈妈走了？没有，也没走。我们就是2间房嘛，2间屋嘛。然后他在那间屋住，我在这间屋。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然后各自关着门。吃饭的时候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这种局面维持了多久？2、3年吧。2、3年后发生了什么打破了局面呢？他妈妈生病了，得帕金森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人照顾。那我肯定是照顾不了呀，我又得上班。又得养孩子，那就他一个人照顾呗。然后嘛，走的时候他也不伤心，办完证件他就走了，他出去了，跟男的闺蜜旅游去了。在外面，跟男的还是跟闺蜜？男闺蜜。您的妻子跟了男闺蜜去旅游了？对，这您能解释吗？这说的多可笑啊！什么男闺蜜？那就是我的男同事。那也是更糟糕嘛。是就你们2个人，还是我们不是旅游，是出差。就你们2个人出差是？对。哎，您这个要说清楚，是出差，不是旅游。对，他认为是旅游。好多次了，又在逛商场，一块吃饭。我和这个男同事因为工作时间比较长，又经常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呢比较谈得来，偶尔一块吃饭，然后逛街，我觉得也没什么，也没有其他什么任何暧昧的关系。我有的时候也不太想很早回去。您不想回家，这位男同事应该也没有结婚吧？没有。所以一个单身男子陪着一个已婚女性在商场里压马路。就是你想，这个白天都是同事嘛，对吧？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在公司说的够多的了。对。那这个逛商场的时候聊些什么？就是说一些家庭的事儿，也说一些自己的烦恼吧。男人安慰女人的方法有的时候都很简单，比如男性可能在听完女性倾诉之后，都说的是要不跟他离，又不是没他过不了。他有这样劝过你吗？也说过。你有觉得他可能在等你吗？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对我没有那方面的想法，我也没有。你回家问妻子，妻子也就这么坦然，所以你也就没有办法。他也急呀，他你管呢，你别管我。那在这个婚姻里头，您完全没有话语权，对吧？基本上他比较厉害。在母亲去世之后，您为什么还不工作？我那阵儿就是心情也不好，挺烦的，也找合适的吧，也没找着，给自己找借口呗。那阵儿孩子那个时候谁带啊？我带。所以它的功能是从原来照顾孕妇变成了照顾孩子。在上学之前，孩子确实都是由他来带的。但是孩子上学了，孩子上学的学校离我的公司非常的近，所以就改由我来早上送孩子上学，然后孩子放了学之后到我的公司去等我一起下班。回到家之后，
就看见他在家里头的状态就是喝酒喝醉。他一个人喝醉？对。每天他一个人买酒醉？每天。那段人心烦，找不着工作，在家里喝点酒戒酒呗，然后喝多了就是可能有点上头了。我现在已经不喝酒了，戒了是吧？那戒了酒了，是因为找到工作了吗？现在就是摆个摊儿。那听上去丈夫终于变好了，这是他自己单方面认为的，我并不那么认为。您看来他是什么样？就是还是在持续喝酒，而且他喝了酒之后的状态很可怕，每天喝了酒之后喊叫闹，然后在家摔东西，甚至有一次把刀架自己脖子上威胁我。那我不是喝多了吓唬你，我也不是故意的。他威胁你是要干什么？因为当时我跟他说，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跟你离婚了，我要带着孩子走。那把孩子也吓得够呛。你想，孩子在这种环境中能成长得好吗？这是到孩子上学前还是上学后的事？上学后。那是什么契机使他开始工作了？是这样，现在的话，我们俩是处于一个分居的状态，我不清楚他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工作。现在谁住在他妈妈那个给的房子里啊？他呀。你带着孩子上哪儿去啊？租房。今天是谁要来的？是我。您都分居了，您还要来干啥？我一直要跟他离婚，他不同意啊。您起诉啊！我其实还是于心不忍。他现在说实话，我觉得他的经济来源几乎就没有，然后他又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就有点活不下去的状态，所以我还是时不时的接济他。分居了还给钱？是的。分居多久了？1年吧。他现在刚才说在外头摆摊做小生意，难道入不敷出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你不去了解一下吗？我没兴趣了解。你一边没有兴趣了解，你一边又给他机会，一边你又不去了解这个人，不想彻底给他机会，那您这样吊着他是干嘛呢？我给他机会不是说的我想跟他再继续这段婚姻，我是想让他好好活下去。其实我还是希望想彻底的摆脱这段关系。然后后续的话，如果说他经济上面有一些个压力的话，我可以继续再资助他一段时间，但是之后我恐怕就想再开始自己的人生。那说的彻底一点吧，就是想借我们的嘴达成你离婚的目的。希望老师们来劝劝他，说服他跟您协议离婚。是的，懂了。这是第一次我们接到了这样的任务，我们听听情感疗愈团老师们的看法。我说实话，就是你从选这个男人，其实能够到现在15年，我觉得你是不是稍微有点自己心里有点问题，对吧？你怎么能容忍一个男人吃了你15年的软饭？我不愿意用这个词儿去形容他。我想问啊，你是内心特别自卑吗？你觉得你自己配不上他吗？也没有。那为什么我不理解？你居然能够让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吸你的血吸15年啊？我有时也难以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最近的话你不用理解了，你就是撤好吗？对，最近你就跟他这边离婚不行，你就去告他。大哥真的是说这个女人为你付出了15年的青春，为你生儿育女，结果现在她什么都没捞着，你还不放她走，你有什么脸？你现在啥也不是，你自己都不是个独立的人，就不要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窝囊，然后把其他人全部都拖下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冒犯您啊，谢谢。作为一个男人都有自尊，他也有自尊，但是在这个家他的自尊已经消磨完了，他已经无所谓了，也就导致今天你想离婚，他就用极端的方式来阻挠你。当然这一些方式你小心，丈夫有一些行为稍有不慎，你就过了法律的边界，你们2个人的婚姻早就死亡了，毋庸置疑。现在我们如何散场的问题，我此刻真的想劝一声你的丈夫，面对这样的状况，男人的尊严就要显现出来了。人家不爱我了，人家不要这个家了，我当然自己扪心自问也不做得怎么样，那我放手，我想这是一个男人最大的尊严，然后自己再去努力，不管是上进也好，工作也好，一个男人在我们这个社会自己养活自己一定是有办法的，任何人有办法，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像一个男人，好吗？我觉着跟一个45岁的男性跟一个44岁的女性跟他们讲道理这事儿没什么必要，因为2位都是成年人，2位该懂的道理都懂吧。
王女士啊，你需要我们劝你丈夫跟你离婚吗？希望和平分手，让他同意离婚。也就是说他拒绝和平分手。那如果你执意去起诉离婚，你预期你的丈夫不和平的方式是什么？这个我没有想过，但是但是你担心有相关情况出现，对吗？对。罗先生，老罗，你曾经威胁过你妻子啊？就那一次，喝多了，真的是那。所以他一定有他的顾虑，他才需要在这儿，在全国观众面前，把他的脸和你的脸放在屏幕上。他真的要离婚，他去了法院，你打算怎么做？那都听他，我不威胁他。王女士，这是你的目的吧？我只是希望和平分手，让他同意离婚。首先啊，王女士，我挺佩服你的，你对自己真的是够狠的。我们一直在问你，当时可以不嫁呀，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分手，可以不结婚，可以早早的就跟他结束这段关系。你一直在坚持，造成今天这个现实，您觉得是他责任大还是您责任大？肯定是他的责任大呀。我坚持嫁给他，我坚持，我看明白了一切，也得跟他走入婚姻。我一直坚持着不跟他分开，所以都赖他，对吗？这个我也有责任，但是我如果说他是一个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人，他不正常工作、不正常生活的时候，你也嫁给他了，这事儿赖谁啊？当年的话，确实没想到以后会是这种状态。他继续不正常工作、不正常生活，您也没离婚啊，这事儿赖谁啊？赖我。您明明已经可以和男同事频繁的出去逛商场了，您还不跟他离婚，这事儿赖谁啊？也赖我吧，赖我的犹豫。您弄明白就好，别恨他。妻子，你离婚的想法是什么时候有的？就是大概5、6年吧。分居是离婚的第一步，是吗？对。这一点有跟他说吗？在婚内有没有说我们要离婚？他不同意，然后你搬出去分居，有没有？有吗？说过。所以他知道搬出去是离婚的第一步。是。丈夫知道吗？知道啊。那你说你们俩导致离婚，原因是什么？都是怨我，都是怨你。不工作。所以那你为什么不同意离呢？你改了吗？我改了，现在我不喝了。除了喝酒，工作现在我也是摆摊出摊。钱够用吗？够你一个人用吗？够。那为什么还要接受他给你的钱呢？这又不是抚养费。下回不要，以后不要了。你有除了那次酒醉之后没有纠缠他的行为吧？基本没有。你觉得你们失败的原因责任都在你，对不对？对。说清楚就好，不要有误解，好不好？因为你们说清楚了，没有误解了，你就能怎么样？至少坦坦荡荡的走出这段关系，至少你可以做到一个爸爸应该有的权利，你能拿到。你应该看孩子，跟孩子互动，好吗？把这事情谈清楚，完全没有必要到这个舞台上，就这样。当您的妻子说，想来这个舞台的时候，您认为他是来干什么的？我认为调解。您觉得你们的婚姻是可以被调解的，而不是会走向离婚的？对。那么这1年分居里，你终于开始要自食其力了，但是你却忘记了你还有妻儿在外头，有考虑过给他们什么生活费啊，给他们什么租房啊，帮付个租金啊，给女儿买个礼物，有吗？他挣的也不太多，我想挣的多了以后肯定会有的。所以现在对于您来讲，就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只是想努力的成为一个不废的人。那您真做到了吗？真做到，想努力呢。你有想过主动离开这个女人，放她和女儿自由，自己去过自己管她是什么样的人生吗？没有。为什么？喜欢她啊。喜欢她，所以打算拖着她跟我一起沉沦。我如果要掉到山崖下去，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拖着你跟我一起。你可以离完婚接着喜欢他呀。离完婚之后，没有人评议你的生活状态了，再也不会有人说你不负责任了。一个单身汉有什么责任好负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把这个关系结束，让自己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这样就不用在老婆面前觉得我老抬不起头丢人了吧？您说的对。所以今天妻子明确的说她是来离婚的，希望我们说服您能够跟她好合好散。你听到的时候是震惊还是
觉得迟早有这么一天。迟早那天。我问妻子的，好好离婚是什么？是指他愿意签字，那么财产怎么分，孩子怎么分，抚养费怎么说？好好离婚的话，就是房子一人一半，然后财产的话，现在他那边也没有存款，我这边的话存款也不多，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他一半，孩子的话我来抚养。有没有可能，处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困难的状态，房子都给他呢？我现在也在租房的状态，所以存款你留着呀，你也看不上他妈妈，他妈妈留下来的房子，咱何必要呢？因为我的存款也不多，房子的话相对来讲，但这个房子好像是应该是婚前他妈妈的财产吧，婚前财产吧是。然后他妈妈去世了以后，作为一个遗产，等于给了儿子。如果作为遗产的话，又没有指明只给儿子的话，儿媳妇儿又觉得我有权利分。对。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好合好散，房子归您一半。对。这个对于丈夫来讲，觉得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您觉得没问题？没有问题。妻子没想到丈夫这么说，是吗？是。那他忽然一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他，您是怎么看他的呢？希望好合好散以后，将来他能把自己过得好一点。那我们把房子都给他，他不就过好了？我也得生活。老罗，你听我说啊，不管你以前做的对，你以前做的不对，如果合法的你妈妈的房产留给你，在法律上你应该保留，你就可以保留。你用不着在现场因为惭愧或者后悔或者因为别的情绪现场做出违背内心的决策。老罗，我讲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我们这儿不负责在离婚之前给任何一方施加压力。明白，明白。那然后双方都已经达成一致了，这个婚是可以离的，具体怎么离就是看私下再协商了，对吧？是，就没有问题了。我目前没有问题了，那就特别好了。来，您二位先歇歇，我们有请这一对儿。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1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刘女士25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他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交往2年多了，本来想步入婚姻的殿堂，现实中的我们总是与愿望背道而驰。我一直都在努力的路上，可他总是和我斤斤计较。结婚是件大事，岂能儿戏？我还年轻，我有选择的资本。您二位的关系是？我们是情侣。哎，那恋爱多久了？2年半了。那么这2、3年的恋爱里头发生了什么矛盾呢？这个事儿吧，就得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开始说。我是摆摊嘛，在各个景点摆摊卖一些发簪呀、香囊还有手串一类的东西，然后他就是过来买我的东西，这种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的，就加了微信。后来深入了解了一下之后，他可能觉得我还不错嘛，然后就开始了比较猛烈的追求。今天送一个戒指啊，明天送一个吊坠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礼物，都是翡翠的、玉的这种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经济条件不错，人品也比较好，对我也挺好的。你就对我不好的话，怎么看出他人品好？之前发生过几件事情，就是一起出去吃饭或者玩的时候，光给钱了，就已经出门很久了，然后他也要就是返回去把那个账结了，或者是平时对服务员呢，就是小细节都是小细节，对服务员也很尊重。后来就确定关系嘛，就是确定关系之后，我就觉得事情好像发展有点不对劲儿了。之前我做兼职的时候，还是开车送我上下班呢。确定关系之后，他的房子也不住了，车也不开了。然后我的东西呢，就是今天谁过生日忘记买了，从我这儿顺走一下。明天又谁忘买东西了，又从我这儿再哄走一下。他送给我的那些东西，可能就基本上都让他哄走了。就是翡翠和玉们都不见了。对，然后呢，我摆摊儿再加上兼职，其实兼职不是特别勤快去，主要是摆摊儿，在各个景点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月能有个3000多，不到4000。他是个调酒师，一个月是能挣个5000块钱。我俩加起来一共8000块钱嘛，按理来说不至于会过得特别困难。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吃饭
还有家里添置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些必需用品，包括房租这一类都是我花的钱。然后他呢，每个月5000多块钱，不知道花哪儿去了，还要从我挣的钱里面再拿走1000块钱，就是他的那些钱我基本上是见不到，但是他确实也挣了，也花了，但不知道花哪儿去了。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每顿都在吃土豆，就是顿顿都是土豆，很艰难。就是以前啊，我在那个酒吧干活嘛，然后那个老板呢是我的老师，这么多年教我调酒，然后带我去打比赛。一开始还可以，这2年效益特别差。现在我们月在贴钱，因为他是我老师，而且我不能说就是因为效益不好，他给我开不出钱来，我就离他走，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就是也不是说真不给结啊，就是可能就是有点给点，没有就是留我吃顿饭也好，或者说实在太惨了，我请他吃顿饭，就那么凑合过。然后呢，以前我身上也是都是首饰，然后呢，就是实在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是房子呢也有那个贷款，现在是租出去，拿那租金顶那贷款走，家里那车开不了了，就是根本付不起油钱，然后就是把自己首饰就是一件一件往下退呗，退完以后就拿出去卖。他说是我没花钱，但是没水电。然后再加上就是给他改上个伙食啊什么的，他就觉得我在这儿就是报瞎账了，或者说是拿着那钱出去挥霍了，怎么回事？其实真没有，他呢就是逮什么信什么。他最大的爱好是拿着那个就是短视频当真事儿看。举个例子，8月15，然后忽然问我一句话，那个是天津9条河螃蟹比大米便宜吗？我就愣了。我说哪来这么一句话？螃蟹什么时候能比大米便宜？然后后来我那个也是翻了短视频以后才知道，这是人家电影里一句话，背景是什么？民国时候。然后就想吃螃蟹啊，行吃呗。当时也贵，100块钱2斤吧，买了那么10来个螃蟹，给家里也送回几份，然后剩下一份给我们自己。然后我本身海鲜过敏，我吃不了，然后就等于是全给他吃。他告诉我就是看人家做那个螃蟹呢，底下得顶一个菊花的锅子，就是底下那个蒸锅里边不能是水，得拿菊花顶着，然后往上面搁上螃蟹蒸出来，这螃蟹鲜，然后而且清热解毒。我就纳闷了，这螃蟹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大寒的东西，它清热解毒是为嘛呢？对，就这样吃，不多说啊，2小时吃一个。我说你别这么吃，这螃蟹凉了以后吃完伤胃，而且你不舒服。不听，结果吐了，去医院嘛。这一来一回折腾，1000多块钱就干进去了。而且就是看见那个什么东西感觉感兴趣，就问我这个你喜欢？我敢说不喜欢。刷着一个非遗做香云纱的视频，他说这个东西手工的有温度，然后而且呢看起来很简单。我说姐，你知道有一东西叫剪辑吗？啊，他看完了之后，他是想学。他是想让我做，就是因为他做过呀，他能给别人做的不能给我做呀。他给别人谁做的？那次是在广东顺德那个非遗体验馆，就织了这么不到5厘米的成品，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小那种标本，然后就挂在家里挂着了。那你家里挂的那个标本怎么不给他呢？不是他想要裙子。还得做个裙子。我没说我想要裙子，我之前说的给他看的那个视频是人家那个是纱染色，我想让他帮我染一个，不管是什么啊，帮我染一个。他就觉得我是想要他那个香云纱给我做个裙子，包括之前那些视频，我的意思是说，咱俩看看啊，知道这个事儿了，说说笑笑就过去了，就没有了。到他那儿就是说我必须得强迫他看完这些东西。他当时因为我妈一句话，老大不小了，先那个就是生个孩子，就这一句话，他现在就是专门推恐婚恐育那些视频给我看，特别可怕，就是生孩子耻骨分离啊也好，或者说是压迫了内脏了，或者是那个打完麻药以后就是那个在手术台上直接就有不良反应了，这种东西。然后他每回就是问我，你说我这样怎么办？他对于生育有压力。对。他不想生，还是说他想借这个事儿撒个娇，让你知道女人生育有多么难？对，但是他觉得我就是在威胁他，所以但是我想让他知道，就是女性生育的代价很重。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仅仅就为了说，哎，很不容易，你到底是生还是不想生？就是生，但是你得知道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你有没有说我想生，但这些是有可能的风险？我跟他说过的，跟我说过，但是我总觉得，但是他就一直是，就是说你看那个干嘛呀？你就别看了呗，这都是卖课的，就想收割钱的，你就吓唬你的，制造焦虑的。就是他连敷衍一下都不喜欢，就不愿意敷衍一下我。他好歹去查一下，说，这个我们能避免，怎么才能避免？然后能不能治疗？这个他都不愿意去查一下。哦，那你把她当成闺蜜了，闺蜜会跟你一起查，老公只会觉得这事儿不会落到我们家身上，我们家比较幸运，所有的老公都是这样祈祷。可能还是因为就是我妈说话，然后顶她肺管子了，然后她现在就是那个跟我前面有节后面有仇呗。我们觉得处的时间也不短了嘛，2年多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去见家长，然后他就是告诉他妈妈说我们具体是哪天哪个时间，然后我们去那个跟家长见一面，聊聊那个说订婚也好结婚也好的这个事儿。我前一天还在就是幻想着我第2天见他妈妈的时候要化什么妆穿什么衣服，然后礼物什么的也都买好了。我到他家之后，他妈妈就根本就不在家。我在他们家带你女朋友回家，你得挑一个自己妈妈在家的时候吧？不，前面都说好了，但是就是那天是怎么回事呢？那天是，我妈有一个同学，她过60大寿，没办法，就是只能去一趟，然后再回来，就这样就是耽误时间了。我在他家等了2个多小时，快3个小时，他妈妈才回来，然后聊着其实还可以，挺愉快的。他妈妈就是突然蹦出来一句说：“你们领证之后，要先给我们家生个孩子，然后再办婚礼。”我就想，我必须得生孩子之后才能有婚礼吗？我就不生孩子，我难道连一个婚礼都不配拥有了吗？然后我就找个理由我就走了，压不住火了嘛。那个时候都，走了之后我也没看他追出来。我妈那话说的是怎么回事呢？说我比她大6岁，现在再就是不生孩子，就过那个黄金年龄以后，说白了就是尽可能早一点，家里还能帮忙带，就这句话。然后说你这几年本身就没有什么钱，婚礼可以再放缓一点。那你们那么穷，干脆孩子也不要生啊！你们条件那么差，干脆媳妇儿也不要娶啊！但是我不是说真的没有钱，你知道，第一我有房，第二我有车，跟他有什么关系？都是婚前财产。彩礼我是不是得准备一份？我不能说摆手让姑娘过来吧。我一开始没追出来，因为他撂蹶着走的。我要是想娶她，说实话，我得先把我妈那边哄顺了，我才能回去。我回去是8点，也不是很晚。回去以后，我那屋里边就是整个砸了一遍。我一套调酒的东西大概是1300多吧，就是一套东西全砸碎了。里面有玻璃制品，我怕他拉着，我说没事，我给你收拾。我进门，把包放下，开始收拾东西，他就直接就是挤开我就走了。然后我追出去的时候，我也不敢给他家里打电话，因为他家是外地的，我不能让那个他妈再担心，这玩意儿也过不来，大晚上的。我打他电话不接，一直找到凌晨3点。见你妈妈带着各种期待，你妈妈迟到且不说，一来给人家下马威，直接告诉他将来你们要先生个孩子，我们再来办婚礼，你让人怎么想？你们是欺负人家姑娘家在外地吗？如果人家姑娘家的父母今天是跟着一块儿来的，直接听到你妈这么说，领着姑娘就走了，你会说3个人一起撂蹶子走了？天下没有一个女孩听到这样的话会不走。你妈妈太无理了呀！她为什么会在第一面见到一个女孩，还没确定人家父母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们的情况下，就告诉人家女孩，你进我们家条件差，先生个娃再办婚礼，吃霸王餐呢？你妈妈这是过分了。你们俩除了这件事儿之外还有矛盾吗？你也说了，女朋友脾气大，女朋友呢哄不好，除了这些，女朋友还有不好的地方吗？他打我呀。为什么呀？那次是这样，他想接我下班，我说行啊，我这儿还有一桌客人，处理完了以后你就过来。
然后呢，我送最后一桌客人的时候，直接一个100米加速度冲过来，然后直接就是一耳光。您干什么了？我送客人那上车。我不知道他是送客人上车，我走到附近的时候，我只能看得到他和一个女的这个姿势。那个人本身就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我就这么着想给人塞车里，一巴掌下去以后，我倒了，人家也倒了。打完了以后，你有没有觉得我女朋友太粗暴了，而想过我要和这个野蛮女友分手？没有，真没有。就是从那天以后，他就不着家了。啊，对，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真的。那你觉得我干嘛去了呢？谁让你干点什么呀？我去兼职了呀，我去快递分拣了，我出去挣钱去了。你不过日子，我还想过呢。再说了，他去快递分拣，他夜盲，你知道不知道？他夜盲啊，对。那个仓储公司里边没有灯吗？不是，你这玩意儿，你出去以后你再摔着，你斜眼掉炮，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眼神不好，是吗？就是说我这个眼睛残疾，您应该也能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往里斜视。您不说我们看不出来，以为就是近视。他近视1000多度，摘了眼镜5米之内看不出人来。就是我很担心他，说实话。你母亲也知道他的视力有问题？这不知道。您有跟他介绍过吗？能真说吗？不都折着走吗？好，那我再问你一句实在话，你妈妈是不是没有看上他？我可以做他的工作，说实话。这不就得了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一桩不被妈妈看好的婚姻。然后您说了，您可以努力的说服妈妈，但是眼下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怎么说服女朋友能够有勇气接下来跟你发展？关键是我现在说什么，他现在已经开始不听，就是我去哄他，就是他永远是一个沉默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回避掉了主要矛盾呢。我不相信在他走了以后，你的妈妈没说他坏话。我不相信你的妈妈没有给你建议，说脾气这么大的女孩不要也罢。我不相信你的妈妈没有告诉你，我当时就是想试她一下。你妈妈应该什么原因都跟你讲了，什么苦衷都跟你说了，对吧？对。今天是女朋友要来的还是您啊？我要来的。您要来是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希望就是大家劝的，我真的不是说我那个想骗他或者怎么样，我坚信我可以就是和他能够走到最后。所以您是想说暂时别分手，给你时间让你证明自己，对吗？对。但女孩有没有说我坚持要分手？我现在想的只是及时止损吗？及时止损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了，我就搬走了，我跟你结束同居生活了。他搬走呀，房子我租的。你也知道女朋友现在是希望你回去，就是你不是有房子吗？你不是有妈吗？找妈去住妈那儿，跟她偶尔约个会，行不行？行。你别再领着人家吃土豆了，人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也别再贴着你了。现在我已经不找他要钱了，主要是工资最起码虽然说拖个半个月1个月的也能正常发下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嘛，但是他等不了了。女朋友现在对于他所描述的前景还有信心吗？我可以给他机会，但时间我不会给他很久。您打算怎么给这个机会？就到今年年底过年之前，如果他说做不到我说的那几个条件的话，我就不会再跟他。那几个条件该怎么量化？首先是他母亲那边，就比如说我不希望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是受到不被尊重的这个待遇。然后至于金钱问题，那就是他自己解决的问题了。我的量化就是至少不能比我低吧。好，女朋友已经明确的这么表态了，我再替男朋友问一句，在他努力的这段时间，还有没有资格住在你们的出租屋里？他就回家找他妈妈一块住吧。分手吧，有什么好过的呢？我觉得他们俩真没有爱情，你俩之间充满了算计，而且就是这个女孩是属于那种。他是索取型的，恰巧你也是索取型的，所以你们两个不太合适在一起。现在但凡只要他能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你们俩立刻就崩。你们俩现在只是因为还没有各自找到接盘的而已，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希望你妈妈不要对他有什么有色眼镜也好偏见也好，他心里有这个既定事实，他一辈子都会这样子想，这个事情改不了，这个事情回不去，无解。
还有就是这个男生他现阶段不可能，就他的职业来说的话，他不可能给到你想要的生活。妹妹，我真的送你一句话，没有公主病不要有公主病，就是在谈恋爱的这件事情上，你在两性关系里不要养成自己这种想法，否则你以后会吃大亏的。所以你俩赶紧散，谁都不要拖累谁，你们俩不可能有好结果。男生是个调酒师，您还是一个调情师，您看到摊里去买一点东西，把摊主都调成了自己的女朋友，但调到以后，你的态度很明晰，就像钓上岸的鱼就不用喂食了。说到你母亲，我刚才呵呵一笑，为什么要先生孩子后结婚？很明显，一旦生了孩子，接下来的婚姻典礼黄掉了。你刚才对他的这种调侃是极不尊重的，包括他的高度近视，包括他眼睛的斜视。女生，我说句实话，你其实内心也是有点自卑的，对吧？也有点不自信，所以你一直在迷茫当中。他也就是因为有点自卑，才会顺应你这样的一种嘲讽和不尊重。所以你们说，你们两个人，我们说的好听一点，三观不同；说的难听一点，根本不可能走在一起啊！我问一下啊，小李，咱们现在这种经济状况，现在已经证明愿意跟咱们同甘共苦，哪怕就几个月的有谁？就他吧。对。他抱怨归抱怨，现在跟你分手没有？没有。以你自身的这个状态，你想找一个永远同甘共苦的不成立，但这个起码证明一段时间能同甘共苦，对吧？对。然后呢，我问一下这个小刘，以咱们现在生活的这种状态，整个人的呈现的这种状态，我要求我男朋友的妈妈第一面对我必须100%满意，学会微笑啊，别在我身上挑毛病啊，这要求成立吗？不成立。所以世俗生活为什么要上纲上线？你要真上纲上线，这日子没法过了。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咱们说行为细节有对错吗？有对错。比如说啊，小李如果做出这么件事儿，亲爱的，你放心，我妈说她不给你婚礼，我都不用跟她打招呼，我给，你只要乐意，咱就这么办。以后面对我妈我去，谁的爹妈谁搞定，咱们俩结婚之前说好了，成不成？成。成吧？成。对吧？这不就是没有是非话吗？有多少家庭现实就是这么过的？这要在短视频里，这日子没法过了。这要在短视频里，这事儿不口诛笔伐你个10万赞，这事儿不算完啊。但是好多日子真实就这么过的，咱们真实，咱们过的就是日子。是不是爱情里就不能有大小多少？谁说的？爱情里当然有，你出多少，我出多少，我能承受多少。爱情里当然有，到最后结婚的时候谈的不就是这个吗？所以你们两个，如果你们真的想继续往下走，你们自己内心深处一定要问自己，我能得到什么和我想得到什么。雷老师，我问你个问题，你觉得男生爱女生吗？当下，首先爱这个词，爱这个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但以您的标准，他爱吗？以我的标准当然不是。哦，但是我不要求整个世界人人按我的标准来。但我相信您这种感觉是对的，是大多数人或者是两恋人之间应该有的一种感觉，叫什么？心疼。我不认为男生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我不认为。你在追他的时候，你在精心的送他礼物去博得他的芳心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很细心、很注意用词的那种状态。为什么现在不是了？因为这个女孩她身上一些特质已经不能让你心疼了。比如说她因为视力的问题，你是说我不让你去加那个夜班是因为担心你晚上出来路上出什么状况。如果你真的是心疼她，你可以去接她呀，你可以去默默的去守护她都行啊，那是真爱，而不是用那些
不堪入耳的一些玩笑话，然后再去刺她的心。你知道女孩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是什么？你知道，但你偏偏不去呵护。你对她有心动吗？你对她有心疼吗？我不关心你的财务问题，那是暂时的。我也不关心你的人品问题，因为我看不到。我只想看你对这个女孩有没有真正情感上的波动。没有啊，你不爱她，你更不懂这个女孩，你只是现在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你和她在某些方面有点像，你也不够自信。你有能力走出那个酒吧吗？你在那个酒吧里头你能看到希望吗？你不去找一个更有前途或者说有钱赚的工作，你好什么呢？你是没有这个能力走出来的，因为那里熟，因为那里可以安逸，没有生意啊，一天你干点什么你不能多挣一些呢？因为你现在缺钱啊，你都能想到要回我送出去的东西，你想不到说我再去加点班，再跟女朋友学习一下，我晚8到早8我去加班啊，因为白天在休息啊。你在这个女孩身上你没有动力。如果说我爱这个女孩，我会精心的呵护她不想触碰的那个点，我会用我所有的努力去找机会去解决眼下的问题。你没有，你还伸手管她要钱，你不爱她，赶紧走。我也一直在想这个爱不爱的问题。如果不是爱的话，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小摊上挑中了这个女孩呢？按照当时的描述来看，女孩当时摆着地摊，戴着厚厚的眼镜，怎么都不是一个发生一见钟情该有的样子。因为她的性格迷人吗？因为你去她小摊互动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很可爱，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恋爱的心吗？有没有可能是仅仅因为觉得这样的女孩子好处，你也想找一些可能所谓的白富美难处啊？不是送2个镯子就能够打发的。翡翠这玩意儿，玉这玩意儿，为啥我一听上去年轻人送年轻人这个，我总觉得怪。这个怪吧，第一个就是你的财富的累积不能使你送很好的，但是呢，却又是一个无价，就是可以随便虚标让你虚张声势的礼物。你送他有多少成分是糊弄的，是为了虚张声势，让他看到我好像还有的。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怠慢她？你跟你妈妈描述过她吧？我要领一个女孩回家，我一定会跟我妈妈描述这个女孩家庭条件是怎样的，情况是怎样的，可能还会叮嘱我妈这个女孩怎么样，你别说那些话，有哪些话可能会让人家不高兴啊，我第一次带女孩上门之类的。预防真理的描述一定不怎么样，才会导致你妈妈在见她之前就怠慢，见到她之后也没有因为已经起了变化的她而有所收敛。你妈妈是按着我要一击毙命赶走女孩的方向来的。所以在整个关系里头，今天你舍不得他，我能理解，就像你舍不得你的酒吧老板是一样的。一方面有一点念旧情，有一点讲义气，更多的还是离开了你们我怎么办？我就又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到哪儿还能够用翡翠3件套哄来一女孩？而且她的性格还真吃得了苦，还真属于谈笑自在，在场上不怯场，可以跟我们轻轻松松的玩笑的那种女孩。我还蛮喜欢她的，落落大方，从容不迫，而且是非边界分得很清楚，知道什么时候我被冒犯了，我转身就走，我绝不允许你们接着践踏我。他用他自己的人生践行了那个我虽然可能看上去是怎样，但我不好欺负，我不会同意这个世界随意欺负我。爱我你能靠近我，想欺负我别来。女孩刚刚说我想及时止损，但是我也还想替这个男孩说几句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虽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不知为什么他跟你在一起的，但是在跟你在一起的日子里头，第一，他没怠慢你，他对你的话每一句他在接，哪怕接的不漂亮，但你说一句他接一句，好歹让你知道你的生活不寂寞，我的每一句话有这个人愿意兜住。也是因为他才让你的生活有了这样的一个稳定感，我没有漂泊感，我才愿意以这个家为出发点去打散工也好，晚上去加班也好，我都有底气，我还是有安全感的。所以你要问我说这一段恋爱伤害了你吗？我得说姑娘没有，他甚至帮你变得更好了。如果愿意的话，再给他半年机会也行。
如果彻底不想的话呢，就是您做任何决定，我们都支持。请回到门后。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今天的2对，我此刻感觉到蛮遗憾的。结果可能不大会好。对，2对里头女生成长的都非常快，她们倒是把逆境当成了养分，让自己倔强的开花。但是咱不能光自己开着花，然后让男人活成肥料啊，对吧？究竟这一对会不会出来，我们还用预测吗？出来是指他们不离婚，对吧？现在他们达成了一致，会好好离婚，所以他们一定不出来，所以不出来将会是一次美好的结局，对不对？那么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可能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对，美好的结局，恭喜恭喜，能达成协议离婚。有悬念的在这儿。对，对呀。第2个门，其实如果说要让他们出来，就意味着再谈半年，给彼此一个机会的话，我估计肯定会出来。我认为女生今天此刻可能醒悟了很多，我觉得不会出来。我也觉得不会出来。就是现代很多人，他们对爱情的要求很高，他们对婚姻的容错率要求是0。对。那如果婚姻的容错率是0，这样的婚姻不存在，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出来。就是被很多3言2语忽悠了，然后用愤怒替代了理性。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不是会这样，愤怒替代理性，真的不出来，请开门。咦，他们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意外就在这里啊。雷鸣老师应该高兴啊，没有被愤怒冲淡理性啊。他们对于婚姻依然就认为可以容错，可以试错，包容度很高啊。女生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选择出来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觉得他对我好。就是像这位那个姐姐说的一样，我俩都是索取型的。因为我始终觉得没有物质的爱情是一盘散沙，就跟姐姐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你还想试一下？他说他能给我希望，那我就给他那么个一点时间，还是说那样决定的？我还是决定给他一点时间，看他到底是能不能做出这个。他还是舍不得的习惯，这个我们表达尊重，好吧？给彼此一个缓冲的时间嘛，再好好的考虑。拥抱吧，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刻。年轻的恋人啊，总是会抱得更久一些。失而复得的那个人啊，总是最后撒开手，想再多抱一会儿。所以作为男人，真诚一点，坦诚一点，真实一点，喜欢别人就努力的去付出，去吧，去过2个人的小日子，努力加油。谢谢老师，加油。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